47旅挫败俄军大规模进攻，俄军使用多种新装备，乌军持续对核后方进行打击。川普：如果普京拒绝和谈，俄罗斯将被摧毁。五角大楼新班子出炉，对台湾有何影响？阿联酋在胡塞家门口修机场。2025年1月20号，乌克兰的82空降旅与47独立机械化旅联手，在库尔斯克地区成功击溃了俄罗斯一支重装进攻部队。战斗中，俄罗斯军队的进攻队伍使用了多辆重型装甲车队，但最终被乌克兰防线的2支旅联合打败。根据82独立机械化旅发布的战斗视频，俄罗斯军方在库尔斯克地区再次采取了极不受欢迎的战术，以多个重型装甲车队发动攻击。然而这一战术在乌克兰防军强大的反击下并未奏效，乌克兰的步兵、炮兵、无人机侦察公司以及机械化旅的飞行员联合作战，成功摧毁了敌方的进攻部队。在这场战斗中，乌克兰部队成功击败了俄罗斯进攻部队的一个战术小组，摧毁了3辆 T-80BVM 坦克和7辆 BMP-3 步兵战车。与此同时，敌军的人员损失也非常惨重，共有35名士兵阵亡，62人受伤。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进攻部队的装甲车队装备了许多新型武器，包括 BMP-3 步兵战车和 T-80BVM 坦克，后者不仅充当车队的先锋，还配备了电子战系统以防御无人机攻击，并装有扫雷装置。这种装备上的优势可能解释了为何俄军在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选择了使用步兵突击，可能就是为了这次战斗做准备。然而，尽管装备先进，乌克兰部队凭借出色的协同作战能力，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在战斗的后期，俄罗斯部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尤其是当无人机出现在空中时，一名生还的俄军士兵在无人机的监视下选择了放下武器。从侦察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大量的俄军士兵在部队被击溃后，因为极度的士气低落、恐惧，未能及时进行撤离。这场战斗不仅展示了乌克兰防军强大的作战能力，也再次证明了俄军在装备优势面前缺乏足够的战术协同和士气管理。随着这场进攻的失败俄罗斯的进攻势头进一步受到抑制。当天夜间，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多处防务工业设施和石油炼油厂进行了无人机攻击，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能力。据乌克兰总参谋部透露，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及其他部队再次对俄罗斯位于沃罗涅日州的罗斯石油公司利辛斯基炼油厂展开打击，这是本周第2次袭击该设施。此前，乌克兰军队已在1月15号至16号对该炼油厂进行过一次成功打击。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此次袭击导致该炼油厂的燃料和润滑油储罐发生火灾，且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军方的重要石油供应来源。沃罗涅日州州长亚历山大·古瑟夫称，俄军在沃罗涅日州摧毁了若干无人机，但仍有一架坠落在利辛斯基地区的油库，导致火灾爆发。与克里姆林宫相关的俄罗斯军事博主指出，油库在1月15号至16号的袭击后仍在燃烧，而此次袭击又引发了新的火灾。除了石油炼油厂，乌克兰军队还对位于斯摩棱斯克州的斯摩棱斯克航空厂发起了打击。根据地理定位的画面显示，工厂的生产楼正遭遇火灾。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表示，斯摩棱斯克航空厂主要负责生产和改进苏25攻击机，并维修航空设备。斯摩棱斯克州州长瓦西里·阿诺金称，俄军虽然击退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但无人机残骸引发了火灾。此外，乌克兰还对俄罗斯卢克化工厂进行了打击。该工厂主要生产丙烯腈、乙腈和氰化钠等化学品。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在1月20号至21号的夜间摧毁了10架无人机，其中6架在沃罗涅日州，4架在萨拉托夫州。乌克兰总参谋部还报告称，乌克兰军队继续打击俄罗斯后方的指挥所，
1月20号至21号，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第29合成兵团位于顿涅茨克州乌尔诺瓦哈的指挥所进行打击。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袭击后出现爆炸和烟雾，乌克兰当局正在进一步核实袭击结果。俄罗斯第29合成兵团的部队目前在库拉霍韦西南的扬塔尔内泽连尼夫卡一线执行任务。这次打击很有可能会对前线造成影响。最近一段时间，乌军热衷于袭击俄军指挥所。乌克兰总参谋部曾于2025年1月初和中旬对俄罗斯第2合成兵团、第8合成兵团以及第3军团位于顿涅茨克州的指挥所实施过打击。大兵认为，最近乌克兰对这些指挥所的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后勤供应和作战指挥能力，影响俄军在顿涅茨克西部的作战能力和行动能力。目前，顿涅茨克是俄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包括托列茨克和红军村在内的多个关键战略点正在遭受俄军的围攻。2025年1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因拒绝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正在摧毁俄罗斯。他认为，普京若继续战争，俄罗斯将面临更大的麻烦。特朗普还表示，自己可能很快与普京对话，但并未明确时间表。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命令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应该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不达成协议会摧毁俄罗斯。特朗普进一步表示，大多数人原以为这场战争1周内就能结束，我认为他最好能结束这场战争。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不仅烧毁了数千亿美元，还造成了约70万人伤亡。与此同时，俄罗斯在邻国之间引发了恐慌，失去了欧洲的天然气市场，并且由于卢布贬值，无法顺利进入西方金融市场。俄罗斯目前将约 40% 的预算用于军事开支，尽管利率超过 20%， 但依然面临高通胀问题，且控制物价困难。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也几乎处于废墟状态。特朗普表示，尽管他与普京的关系一直较好，但他希望普京能够达成和平协议。我和普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希望他愿意达成协议。在接受采访时，特朗普还提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告诉他，乌克兰也希望通过和平协议结束战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结束这场战争的前景较为渺茫，因为普京目前依然认为自己在战争中占有优势，并且没有结束战斗的动力。即使俄罗斯在兵员和装备上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指出，当特朗普团队开始与普京进行谈判时，他们会发现，想要让普京放弃征服整个乌克兰的目标，将是这一过程中的最大难题。阿列克谢耶夫还认为，如果特朗普真心想让普京结束战争，他必须继续提供对乌克兰的援助。此外，一些分析人士对特朗普是否会施压乌克兰做出让步表示担忧，尤其是在特朗普批评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时，乌克兰方面可能被迫做出俄罗斯占领领土的让步。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向法国军队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不能自欺欺人，这场冲突不可能明天或后天就解决。这被视为对特朗普的回应。2025年1月22号，美国五角大楼发布了新一届高级官员名单，为特朗普政府第2任期内的国防部领导团队揭开面纱。此次公布的32个职位包括顾问和副助理部长，这些官员无需参议院确认即可立即上任，其中部分职位的提名人选仍待国会批准。五角大楼的新官员名单中，涉及亚太和中东2个重要地区的高级职位尤为引人关注。这2大地区在过去4年里一直是美国战略的核心，而新任官员的选择可能对台湾问题产生深远影响。布里奇·科尔比曾在特朗普政府的第1任期内担任五角大楼的政策官员，他主张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将重点转向台湾防务。在新一届五角大楼的官员中，奥斯汀·达默和亚历克斯·维莱兹格林也被提名负责五角大楼的战略和政策事务。2人均为科尔比的支持者，并且曾公开表示
美国应将更多资源投入到防卫台湾上，而不是继续大规模支持乌克兰。联系上下文，我们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新班子显然希望将台湾防务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2024年1月7号，来自美联社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也门远离大陆的阿卜杜拉库里岛上，正在建设一条神秘机场跑道，已接近完工。这条跑道位于印度洋的入口附近，地处阿丹湾口，可能成为军事行动的关键着陆点。美联社认为，该跑道的建设可能由阿联酋主导。长期以来，阿联酋被认为在也门扩大了其军事存在，并支持沙特领导的反胡塞战斗。卫星图像显示，跑道的北南方向已经铺设了沥青，标记有18和36的编号，分别位于跑道的南北两端。虽然跑道尚未完全铺设，约 1.5 英里长的跑道部分已接近完成，这将允许私人飞机及其他飞机降落。阿卜杜尔库里岛位于索科特拉群岛内，靠近非洲，仅与也门相隔400公里。近年来，该岛由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主张也门分裂成南北2个地区。阿联酋长期支持该委员会，并为其提供武器与军事支持。岛屿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监视并打击从伊朗向胡塞武装走私武器的重要基地。胡塞武装在近年来加大了对商船、美国军舰和以色列的攻击，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阿联酋的存在在索科特拉岛和阿卜杜尔库里岛上的军事活动引发了不少争议。阿联酋政府声称，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和人道行为是为了支持也门政府，推动也门的安全与稳定。尽管如此，胡塞武装通过其控制的新闻机构已对阿联酋在该地区的活动提出强烈反对，称其企图殖民也门南部。此外，阿联酋政府还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实施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并通过军事手段阻止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继续武器走私和扩展影响力。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重新审视对胡塞的立场，这无疑将影响该地区的政治走向。尽管胡塞领导人阿卜杜尔马利克·胡塞曾承诺，如果加沙停火协议达成，他们将停止袭击，但专家表示，局势仍然非常紧张。也门多方势力之间的误判或新的冲突很可能会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破坏当前的相对平静。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